有了 F-16还不够，鹰狮也要来。乌克兰正在与瑞典沟通，以色列再度增加战争预算，加沙之争还将持续数月时间。美国测试新型陆基拦截导弹，剑指俄罗斯、伊朗与朝鲜。哈马斯大势已去，以军水淹地道战术生效。美国五角大楼新成立老虎队，加速向以色列运送武器。GE 宇航公司开发新型发动机，旋转爆震与冲压结合。空军发言人伊戈纳特表示，乌克兰的盟友们正在考虑在援助 F-16后援助其他战机的可能性，比如瑞典的鹰狮战斗机。伊戈纳特表示，瑞典可能会向乌军移交一批战斗机，因为瑞典正计划使用改进型鹰狮战斗机来取代瑞典空军现役型号。这些退役下来的鹰狮战斗机不如援助给乌克兰。目前乌克兰正在与瑞典商讨这项提议。相较于 F-16战机，鹰狮似乎更有性价比，不但可以一机多用，价格实惠，更重要的是，瑞典地处北欧，冬季非常寒冷，而鹰狮战斗机也被设计成可在极端天气下作战，而如今的乌克兰战场正处于寒冷的冬季。另外，鹰狮战斗机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适应性，可以在条件极差的短跑道上起飞。另外，瑞典愿意为乌克兰提供鹰狮战斗机，也是有着自己的打算的。首先，瑞典与俄罗斯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战争，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瑞典反俄立场非常检点，是愿意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的欧洲国家之一。其次就是瑞典想加入北约，但计划并不顺利，因为有土耳其的阻拦。如果瑞典能为乌克兰提供战斗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美国军援的压力，而美国也不会让盟友吃亏。作为回报，美国可能会代替瑞典与土耳其进行谈判，瑞典加入北约的计划就能早日实现。最后一个原因就是瑞典现役鹰狮战机早就该更新换代了。此次瑞典为空军战机换代，这些退役的战机与其废弃在飞机坟场，不如放到乌克兰战场，为乌军有限的空中力量贡献一部分力量。如果能在战场上击落几架俄军战机，那就更不亏了。你们觉得呢？以色列每天在加沙地区使用1000吨炮弹，并且出动 F-35I、F-15I 以及 F-16I 在内的各类飞机，甚至还涌上了 AI 与自动化技术来快速识别哈马斯目标。如此高科技、大力度的军事打击，自然也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按照以色列财政部长此前公开的数据，以色列每天的军事开支达到2亿美元以上。请注意，这只是武器消耗，还没计算战斗损失与人员津贴，更没有算上 GDP 的损失。如果再算上与其他武装之间的战斗，以色列每天都要花上数亿美元。按照财政部的初步数据，若是这场战争持续1年时间，以色列的经济损失将高达2000亿谢克尔，折合54.3亿美元。而这个战争范围还只计算了加沙，如果向黎巴嫩、伊朗或者也门全面出军的话，军费还要进一步上升。没钱了怎么办？那就增加军费预算。12月14日，以色列议会以59票赞成、44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笔259亿谢克尔的追加战争预算，约合70亿美元。这笔追加战争预算将会用于以军与哈马斯之间的战争，除了直接的国防开支以外，还包括为预备役军人发放津贴，以及为疏散到安全区域的边境居民提供临时住所。按照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的说法，以军的军事行动还将持续数个月的时间，因为哈马斯开展反以行动已经超过了10年，地上地下都有设施，对以色列来说，想要完全摧毁这些设施并不容易。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几天内，以色列空军发动了一系列空袭，目标就是位于叙利亚境内的3个军事基地，空袭目标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精锐部队圣城旅。显然，以色列空袭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影响力，尤其是圣城旅。这可是伊朗在叙利亚的主要军事力量，负责执行伊朗在该地区的战略目标。
另外，以色列还着重照顾了叙利亚政府军的关键设施，目的就是为了削弱叙利亚与伊朗的军事合作。根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军在近期进行了一项关键测试，试射了一枚新型陆基拦截弹，并成功拦截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试射地点是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范登堡太空军基地，这是美军陆基中段防御系统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为了拦截可能会发生的导弹袭击。所谓的陆基中段反导系统，实际是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由陆基的 GBI 型拦截弹组成，主要拦截处于中段飞行的弹道导弹。由于攻击美国的弹道导弹大多数需要跨洲飞行，其中段飞行是在大气层外，所以 GBI 拦截弹的战斗空域也是处于大气层外，其技术难度远高于大气层内使用的各类拦截器。整个陆基中段防御系统是由美国雷神公司负责研制与生产的。按照雷神公司的说法， GBI 型拦截弹与传统意义上的导弹有很大不同。 GBI 弹头并没有装填炸药，而是安装了 EKV 型动能弹头。在拦截弹飞出大气层后，助推导弹会与弹头分离， EKV 动能弹可以凭借自身携带的燃料，以高速撞击的形式直接撞毁来袭弹道导弹，从而达到拦截的目的。其中，美国本土使用的 GBI 型拦截弹采用了3级固体火箭版本，而部署在欧洲盟友的拦截弹则是采用了2级火箭设计。按照近些年的公开信息来看，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已经基本成熟，并且具备了相当高的拦截能力。外界表示，这套系统是为了拦截朝鲜与伊朗的弹道导弹，只是在火力军看来，真正目标应该是俄罗斯，因为伊朗已经经过测试的弹道导弹最大射程只有2400公里，难以威胁到美国本土的安全。至于欧洲方面，美国在波兰部署的陆基宙斯盾系统，针对的主要对象是俄罗斯与伊朗，再加上罗马尼亚部署的陆基宙斯盾与爱国者系统，土耳其部署的雷达，可以明显看到，美国已经在欧洲建立了应对俄罗斯与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的前沿防御带。而朝鲜虽然有射程上万公里的洲际导弹，但朝鲜周边可是部署着萨德反导系统，朝鲜那仅有的几发导弹大概率连大气层都飞不出去，就会被日韩部署的萨德导弹拦截。所以火力军才认为，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真正目标正是俄罗斯。尤其是前2天，俄罗斯刚服役了一艘北风之神战略核潜艇，并且还要加入太平洋舰队服役。而美国在同一天测试中段反导拦截弹，并且还部署在于靠近俄罗斯的阿拉斯加地区。很明显，美国就是告诉俄罗斯，你有战略导弹，我有中段反导系统。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也要时刻警惕俄罗斯的。12月12日 CNN 报道，以色列官员通过美国，以军已经开始用海水淹没加沙地道，以测试水淹地道战术的可行性。12月14日，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在水淹地道的测试取得了成功。美国广播公司称，目前还不知道以军将淹没多少地道，但预计行动将持续数周。此前，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以军在加沙城附近设立了5个大型水泵，能以每小时数千立方米的速度向地道内灌入海水，迫使哈马斯逃到地面，从而发挥以军地面作战的优势。不过，以军水淹加沙地道的战术也有媒体并不看好，比如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按照半岛电视台的报道，除了哈马斯之外，没人知道加沙地带的具体结构。同时，因为大部分地道远离加沙海岸，以军的大功率水泵和管道很容易受到攻击和破坏。哈马斯也表示，早就考虑到地道受到水淹攻击的可能。12月14日 CNN 报道，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哈马斯发言人哈姆丹表示，建造地道的工程师已经考虑了可能发生的攻击，包括轰炸和水灾，只是很可惜，现实是很残酷的。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国防军消息称，以军水淹地道的试验证明成功有效，还将使用包括空袭、液体炸药，并派遣无人机和机器人进入地道作战。
在以军的打击下，哈马斯已经从大规模袭击变成零星偷袭，指挥系统中断，不少人选择投降。以色列国防军称，大约70名哈马斯在加沙北部卡麦勒阿德万向以色列国防军投降。加沙战场之外，真主党不断遭到以军空袭和炮击，胡塞武装劫持红海船只也越来越不好使了。以色列将导弹舰派往红海，美国宣布特别多国特遣部队。英国卫报报道，美国有意与其他国家组建一支海军特遣队，巡逻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以阻止胡塞武装发动进一步袭击。美国在中东的盟友约旦、阿联酋、卡塔尔、阿曼、埃及、巴林等国可能加入。美国官员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访问中东期间宣布这项名为“繁荣卫士行动”的任务。美国政治报援引官员的话报道，五角大楼近日把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从波斯湾调遣至亚丁湾，以支持美国可能做出的任何反应。美国奇宇新闻社同样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空袭胡塞武装目标，可以说哈马斯已经大势已去，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另一边，美国五角大楼新成立老虎队，加速向以色列运送武器。据消息人士和曝光的采购记录显示，美国五角大楼新成立了一个特殊团队，团队名是老虎队，目的是加速向以色列转让武器，并加速武器交付。新成立的老虎队隶属于美国陆军国防出口与合作办公室。根据采购记录显示，老虎队正在与以色列重大倡议小组合作。据报道，老虎队由来自内部各个部门的专家组成，包括采办办公室、政策办公室以及武装部队。在援助这方面，美国公开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的信息，但是在对以色列的武器转让方面，五角大楼一直高度保密，并在不断加快援助以色列的进度。之前就出现了美国政府绕过国会，批准向以色列出售 1.3 万枚坦克炮弹的事情。12月9日，多家美媒报道称，美国国务院8日晚向国会发送紧急公告，要求向以色列提供 1.3 万枚坦克炮弹。根据正常工作流程，政府军需要经过国会两院外交委员会的审核，才可继续推进，而这一次绕过了国会委员会，对此类军售的20天审查时间。而且在11月29日，美国新闻 The Intercept 报道，白宫已要求取消限制，允许以色列从美国在以国境内设置的武器库存中获取所有的武器和弹药。以色列境内的美国武器库存安全监管极为严格，如果以色列利用美国军援的补贴，就能动用库存，以很低的成本购买武器，但只能取出被美军列为过时或过剩的武器。目前白宫希望取消向以色列转让武器的所有限制。如果这件事能成的话，以色列就能以更低的成本，并且减少在武器转移前通知国会的时间。根据现在的限制，以色列必须提前30天通知。目前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了白宫要求的立法，并提交给参议院审议。以色列不会停止战斗，直到哈马斯被消灭，所有被关押人员返回家园，而美国就是以色列最大的后盾。另一边，通用电气宇航公司在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发动机方面也有了新突破。目前，机翼宇航公司设计了一种先进的喷气推进概念，利用旋转爆震燃烧的冲压式喷气发动机为高超音速飞行器提供动力。典型的吸气式 DMRG 推进系统，只有速度大于3马赫的时候才能开始运行，而旋转爆震双模冲压式喷气发动机能够以较低马赫数运行，从而使得飞行器能够更高效的运行，并实现更长的航程。大多数传统涡轮喷气发动机，空气从入口进入并被压缩，然后与燃料混合，并在燃烧室中通过爆燃燃烧产生飞行器所需要的连续热高压空气流。而旋转爆震发动机的燃烧方式与传统的发动机不同，它只需要较少的燃料就能产生与爆燃燃烧相当的功率，就像在给气球充气一样。旋转爆震产生的持续冲击波，就如同气球被持续充气，自身就会产生一定的压力。说简单点就是，现在所有的喷气式发动机在燃烧室内的动作都是持续燃烧，所以喷出的气流比较稳定。我们在外面看一架稳定飞机的战机，屁股后面的痕迹一定是一条直线，但是爆震发动机不是，在燃烧室的工作是一次接着一次不断的爆炸。因为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喷，所以看起来就像是一条绳子上出现了比较均匀的绳结。至于机翼宇航公司新型发动机的工作原理稍微有点硬核，
火箭军看法是让冲压发动机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可以启动的速度。至于新型发动机在军事上的应用，其实很明显。与传统发动机相比，爆震发动机省去了压气机、涡轮机等部件，结构简单，成本也比较低。重点是推重比高，可达20。而机翼宇航公司的新型发动机，既可以使相对较小的飞机、飞行器和导弹能获得更高的性能和更大的射程。使用这种推进装置，可以调整现有设计，腾出来一部分空间来容纳更多燃料或其他有效载荷。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军方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要推出 JAMBIT 项目。该项目也是以旋转爆震发动机技术为中心，目标是开发一种新型旋转爆震发动机推进系统，从而大规模生产高超音速武器，用于防空及对地打击。只是机翼宇航公司的新型发动机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最终会带来什么还有待观察。